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当有读者问我，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钟情于年长的绅士？当然，在这个自由恋爱的时代，年龄、距离、经济状况都不应该是束缚，只要夫妻之间真心相爱、志同道合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年轻女性喜欢绅士可能出于多种原因，一方面，绅士通常成熟稳重，虽然可能不太擅长言辞幽默，但他们值得信赖，不轻易改变主意。另一方面，绅士通常已经在事业上取得了一些成就，相比于年轻小伙子，收入更稳定。对于女性来说，选择一个可靠的伴侣，将自己嫁出去，是理所当然的愿望，这可以理解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年轻女性被抛弃的情况，有些绅士因为爱上年轻而美貌的女性而深陷困境，这也是常有的事情。因此，对于年轻女性来说，请远离以下几类绅士，不要被爱情的表面所蒙蔽。一、不要轻易相信有家庭的绅士的承诺，尽早放手。年轻女性常常容易被有家庭的绅士的外表所迷惑，这些绅士往往擅长伪装单身，迷惑人心，对感情的掌控能力超出寻常。即使你深爱一个有家庭的绅士，也请尽早放手。例如，我的同事的女儿小秋在西安工作，由于父母不在身边，她感到孤独。她遇到了胡来，一个年近50的绅士。胡来声称离婚多年，孩子已经大学毕业，现在需要一份温馨的爱情。小秋看中了胡来的经济条件，他在西安拥有2套房产，还有自己的小企业，让小秋觉得找到了一个依靠。两人相爱2年，小秋开始享受想都没敢想的好生活，无需担忧经济问题。然而，胡来从未提过结婚，也没有介绍双方父母。上个月，胡来突然消失了，小秋才意识到自己爱错了人。原来，胡来只是在西安短期居住，所谓的房产都是租来的，企业也不属于他，他只是在那里工作而已。如今，胡来的工作合同已满，他回到了妻子身边，回到了深圳的家。小秋不甘心，一路追到深圳，试图和胡来谈判，但是胡来完全避开了他，甚至更换了联系方式。希望年轻女性不要陷入和小秋一样的困境。绝大多数绅士都曾有过感情或婚姻经历，你应该充分了解他们的情况，避免爱上有家庭的绅士，最好果断分手，不要拖延太久，否则青春会逝去，未来又会是怎样？ 2. 不要爱上那些花言巧语的绅士，他们并不真心对你。有些绅士虽然一直单身，却并不真诚，他们利用自己的恋爱经验，假装爱上别人。实际上，有些绅士可以同时追求多个女性，具体数量只有他们自己清楚。这些绅士可能没有打算结婚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虚伪的谈恋爱。也许他们很富有，但却缺乏真挚的感情。如果年轻女性陷入这种绅士的网中，最终会受到伤害，关系迟早会破裂。虽然这些绅士通常看起来非常成熟，言辞稳重，办事靠谱，但却没有真诚之心。这些没有真心的绅士通常有一些特点，需要警惕。他们喜欢雨后送伞，表现浪漫，慷慨大方。他们喜欢一起规划美好未来，但实际上从不认真付诸行动。他们制造许多浪漫时刻，但都是计算好的。他们经常失去联系，或者找借口不见面。3. 不要轻易爱上落魄的绅士，年轻女性要现实一点。年轻美丽的女性往往希望找一个绅士，让自己不必再奋斗，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绅士都财富累累，有些绅士甚至负债累累。你是否真的愿意和一个落魄的绅士一起漂泊，一起偿还债务？要更现实一点，
不要因为经济拮据而过上苦日子。如果你爱上一个陷入困境的绅士，与其选择他，不如爱一个同样年轻但没有金钱的男性，至少大家可以共同努力，充满活力，不会提前感到沧桑。此外，你还应该了解为何这个绅士会陷入困境，是因为他不愿意努力，还是有其他原因？如果他懒惰，那么他在未来也可能会不付出努力，这种苦日子将会持续下去。4. 如果爱上非常杰出的绅士，你需要自己也是杰出的女性，否则差距太大会让婚姻变得困难。年轻女性通常希望找到非常杰出的绅士，希望被绅士宠爱如女儿。但你和一个远比你出色的绅士之间的差距是否被认真考虑过？夫妻之间巨大的差距可能导致尊重问题，而且可能产生价值观不合的情况。要明白，爱上一个在各方面都远超你的绅士，可能会让你感到无法匹敌，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感到痛苦。此外，年轻貌美并不会永久保持，当你变成黄脸婆时，这种优势就会逐渐消失，那时的爱情是否仍然如初，这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。有家庭的绅士、虚伪的绅士、贫穷的绅士、杰出的绅士，不是值得年轻女性去爱的对象。爱一个人不仅仅是基于感觉，也需要多方面考虑。对于年轻女性而言，爱上绅士是一种现实，但也要保持冷静，不要轻率地投入感情，避免一场空欢喜。